线上的家人朋友们平安，我是梦幻厨房在我家的 Vivian。 马铃薯真的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好取得、价格经济实惠，然后料理又超多变的一个食材。我真的是很爱马铃薯本人，煎煮炒炸炖怎么弄它都超好吃。不止我觉得它好吃，米其林大师侯不雄先生也曾大方地分享他的经典招牌菜马铃薯泥。他有一次在示范这道菜的时候说了一句名言：我的一切都有赖于这些马铃薯泥。这是有点怀旧的情感，有点像是记忆中妈妈的马铃薯泥或是阿嬷的马铃薯泥那种概念哦。虽然大师现在已经回天家了，但我相信他大方分享的这道招牌马铃薯泥一定会透过不同的管道世世代代不断的延续下去。我也希望透过我的记录，用我的手法来向大师致敬。这道传奇性的马铃薯泥有着浓郁的奶香跟丝滑细致的口感，入口即化，完全就是热的冰淇淋概念，超级的香浓丝滑好吃。备料也非常的简单，在家就可以吃到米其林等级的马铃薯泥。赶快立马分享食谱给亲朋好友啊！不啰嗦，赶快来备料。所有材料就请大家自行荧幕截图，文字食谱的连结我也会放在资讯栏当中，有需要的朋友点开资讯栏就可以看到咯。说实话，这个材料配方中的奶油比例不算少了，大概是马铃薯重量的1/4。因为是侯不雄大师的配方，所以请不要乱改。大师说用多少我们就用多少，大师是用无盐奶油啦，不介意的发酵奶油或是无水奶油也可以。另外是马铃薯，记得要选比较桑一点的那种品种，我觉得用台湾本产的马铃薯是很 OK 的。如果选进口的褐皮或是黄皮其实也都可以，记得就是选口感很桑的那种。接下来水煮马铃薯，大师的做法呢是直接整颗煮，而且是要从冷水开始煮，而且记得是要带皮煮哦，这样子马铃薯的甜度跟水分才会保留最好。煮到大滚之后呢，可以盖上盖子，大概计时25到30分钟，要把马铃薯彻底的煮透煮软。时间到后呢，我们可以来测试一下，就是刀子插进马铃薯之后呢，这马铃薯可以轻松的滑落，就是确定整颗都彻底煮软。接着就是趁热剥去马铃薯的外皮，肯定有人想问我是不是可以削皮然后切片水蒸啊？老实说，我个人是觉得没什么关系，不过侯不雄先生会不会不开心我就不知道了。如果尊重他老人家的配方，我想我们还是乖乖的就照他的步骤好了。大师说这么做，我们就乖乖这么做，那才是乖宝宝，有没有？去皮之后，我们就初步压成泥状，先压成粗泥，等等还要经过过筛的步骤，这样子的薯泥才会很细致。然后可能有人会说，可不可以把这些步骤全部用调理机或是搅拌机来搅拌一下就好了？千万是不可啊！大师说呢，一定要用这个细网来过筛，高速的用机器搅拌会让马铃薯里面的淀粉产生筋性，最后的口感就会完全不对了。要吃到马铃薯泥的那种松软、入口即化的感觉，一定要手工过筛。虽然筛网越细越好，但是也不能过细，像我这个就是过细的版本，真的筛到死，不止筛到死，网子最后还坏掉，所以建议大家虽然要细，但是也不能过细。后来我改用了这个50网目左右的，这个还行，虽然也是很细，而且大概筛完大概要20-30分钟，但是为了美味可以接受。然后全部过筛完了之后呢，千万别忘了网底哦，一定要刮一下。刮这个真的是很疗愈的过程。这个食谱大概没什么难度，最难的地方应该就是这个过筛了。看一下，这个就是过筛完的薯泥。接下来我们开极小的火，要把过筛好的薯泥呢跟奶油、牛奶混合在一起。先混合奶油的部分，加热的目的就是让薯泥带着一些温度，带着些许的温度，有利于奶油跟薯泥的融合。有人可能会想求快想要把奶油先溶解，或是直接变成液态状的时候就直接拌入。
但大师是认为呢，直接把奶油融化再拌入，会让整体口感会变得过度油腻，所以我们就乖乖的听大师的话，低温分次拌入奶油，等奶油完整的被薯泥吸收之后，再拌入下一次的奶油。这个过程真的不难哦，但是就是有点耐心。完整吸收之后呢，再拌入下一次，整体薯泥的质地呢就会变得越来越细致。接着开始拌入牛奶，牛奶的部分呢一定要记得哦，这是热牛奶，绝对不可以用冷牛奶或是冰牛奶哦。跟奶油拌的手法一样，就是分次拌入，每次吸收完了再拌入下一次。真的不要忽略这些小小的手法哦，这些小小的步骤呢，真的会让你的薯泥最后的口感达到超级细致完美的境界。很多东西呢，真的要有点耐心，不要求快。反正最近也不太方便到处爬灶，就在家慢慢的炒，练就一身好手艺、好功夫也是不错。千万不要因为急就开大火，就是维持超级小火，边炒边翻拌边吸收。当牛奶全部吸收完毕之后呢，我们可以下一点盐直接调味。至于盐要加多少，要自己尝一下哦。我是加了1小撮而已，我就觉得非常够了，不要太死咸就是淡淡的，用点盐提味这个甜味会更明显。奶香浓郁、极度丝滑的马铃薯泥就完成了。想要追求极致，可以再过筛一次，但累了。我觉得已经超细致、超好吃了，所以我就不再过筛一次了。想追求完美的，大师说你可以再过筛一次。超级无敌细致、好吃、美味、细腻，吃不到会哭的米其林等级侯不雄先生的马铃薯泥等你交作业咯。 Hey, I heard you got a new best friend. Yeah, it hurts a bit, I won't pretend that it doesn't matter that you're with someone else. In a way, that's how it's supposed to be. If I'm unable to make you happy, then it's for the better that you are not with me. That's why I wrote you a letter, 'cause you see, I write so much better than I speak. And I need to tell you, you were my best friend till the end. I hope I'll be happy without you. 这个就是今天的食谱分享，如果喜欢，别忘了按赞、留言、加分享。最新的食谱也欢迎订阅我的频道，更多的生活分享、好物推荐，欢迎加入我的 IG 跟 FB， 还有别忘了开启小铃铛，才不会错过最新影片哦。耶稣爱你，我也爱你，我们下次见，拜拜。 Head over heels in love, thought it lasts forever, but somehow we got lost. Looking back, I didn't realize what was wrong with me. I can't deny I took you for granted. You finally had enough. That's why I wrote you a letter, 'cause you see, I write so much better than I speak. And I need to tell you, you were my best friend till the end. I hope I'll be happy without you, but right now I don't know what to do. It's hard to get over, you chose someone else, a new best friend. Best friend, yeah, it hurts a bit, I won't pretend that it doesn't matter that you're with someone